大家好，這是85後之後誰是頂流系列的第8期。前7期我們聊了田曦薇、王楚然、白鹿、孟子義、趙露思、虞書欣、張婧儀，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衝擊頂流的位置。但今天這一期我們要聊的人已經不是候選人了，他是迪麗熱巴。2025年全年沒有主演新劇播出的情況下，迪麗熱巴的時尚曝光強度成了維持其公眾熱度的核心引擎。2026年2月6日，隨着 Elle 3月開季刊封面的發布，迪麗熱巴正式成為90後藝人裡第一個集齊中國5大女刊所有核心檔期的全滿貫選手。4月18日，國民咖啡品牌幸運咖正式官宣迪麗熱巴為全球品牌代言人，這標誌着她達成第20個代言里程碑。今天我們來聊聊迪麗熱巴的頂流邏輯到底是什麼？還是老規矩，先對其標準，我們討論頂流的3個維度。第一，跨圈層的大眾認知度，不是只有追劇的人知道，是路人也知道這個名字。第二，持續穩定的商業價值，品牌願意長期壓住，而不只是在熱度期蜂擁而上。第三，作品說話的硬實力，每隔一段時間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用這3個維度來看迪麗熱巴，她現在的狀態很特殊。第一和第2個維度她已經做到了極致，第3個維度她在2025年交了白卷，但她的頂流位置不但沒有動搖，反而繼續鞏固，這本身就很反常識。迪麗熱巴的大眾認知最早是從演員身份建立的，克拉戀人讓她第一次出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鳳九讓她成為國民認可的古裝女神，你是我的榮耀鞏固了她的頂流位置。但2024年利劍玫瑰之後，她再也沒有新劇播出。2025年全年沒有主演新劇播出的情況下，迪麗熱巴的時尚曝光強度成了維持其公眾熱度的核心引擎。這個轉變是她和前面所有人最大的區別。田曦薇、白鹿、孟子義都是靠作品驅動熱度。趙露思雖然沒戲拍，但商業反增，但她吃的是過去積累的紅利。迪麗熱巴不一樣，她在2025年沒有任何新作品的情況下，完成了從演員到時尚 icon 的身份轉換。2026年初，她密集登上時尚芭莎開年刊、紅袖新年首期、Elle 3月開季刊，達成90後藝人裡第一個集齊中國5大女刊所有核心檔期的全滿貫。她與 Dior 的深度綁定甚至體現在細節上， Dior 創意總監和董事長曾親自給她寫手寫信，品牌全球公關總監會第一時間在社交平台轉發她的新造型。她的動態封面被粉絲截取制作成油畫壁紙，2創視頻單日播放量破1000萬。這個轉變的核心邏輯是，當一個藝人的顏值、時尚表現力和品牌資源都到達頂級水平時，他可以部分脫離作品週期，單靠時尚曝光就能維持頂流熱度。如果說大眾認知是感性判斷，商業數據就是理性打分。2026年4月18日，迪麗熱巴官宣第20個代言，國民咖啡品牌幸運咖全球品牌代言人。20個代言，這個數字在內娛女藝人裡是什麼水平？斷層第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代言結構 Dior 全球品牌大使及全球彩妝香氛代言人，這是內娛第一人，超越了大花和多位85花。LV 品牌大使 Valentino 華倫天奴美妝亞太區香氛代言人， Mikimoto 玉木本全球代言人，軒尼詩品牌大使，沛納海品牌代言人，安慕希、飄柔、護舒寶和騰訊視頻這樣的國民大品牌和迪麗熱巴的代言合約已經超過5年，和她合作超過3年以上的品牌有10個。這個代言結構說明了什麼？第一，品牌段位極高，從國際頂說到國民品牌，它的覆蓋面是全方位的。第二，合作穩定性強，5年以上合作的品牌有多個，說明品牌方對它的長期價值高度認可。第三，商業轉化力強，他手裡現在有11個代言，每個品牌2年大約給他1500萬，再加上短視頻推廣一條能拿10幾萬，演出一次收入200萬，光靠代言1年就能賺上1元。2026年4月，
她以全球品牌代言人身份亮相多場直播活動，骆駝品牌直播時在線人數達565萬，登頂明星直播榜。這種商業價值已經不是有力競爭者的水平了，是頂流的標配。作品實力，這是最值得討論的部分。迪麗熱巴的演技一直有爭議，有人認為她演技進步明顯，你是我的榮耀、利劍、玫瑰都證明了她能撐住大女主。也有人認為她的表演風格單一，缺少真正意義上的演技突破。但這些爭議在2025年都不重要了，因為她2025年幾乎全年沒有新劇播出。按照內娛的傳統邏輯，演員沒有作品就會被遺忘，熱度會迅速下滑。但迪麗熱巴打破了這個規則。2025年全年沒有主演新劇播出的情況下，她的時尚曝光強度成了維持其公眾熱度的核心引擎。2026年初的密集時尚輸出，從 Dior 2026春夏系列的填鴨式曝光到5大女看滿貫，她完成的不僅僅是一次次造型，更像是一次對自身商業價值與時尚影響力的集中驗證。但這裡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時尚曝光能維持多久？如果沒有作品接住，這個模式能撐多久？2025年11月，蕭啟清壤播出，這是她在2025年唯一的新劇。開播6分鐘，站內熱度破2萬，1個多小時破2萬5，打破許我耀眼峰值紀錄。但熱度數據背後，口碑呈現兩極分化。播出14天後，單日預估播放量跌破1658萬的平台警戒線，導致該劇評級被下調，由開播時最高級別 S+ 降級為 S。然後白日提燈來了。2026年3月28日，白日提燈在騰訊視頻獨家播出，開播15分鐘，熱度衝破22000，首日峰值26481，打破騰訊視頻2026年新劇開播紀錄。該劇預約量達674.5萬，抖音話題播放量50億，開播當天登上87個熱搜，最高熱度衝至27084，海外版權覆蓋115個國家和地區。截至收官，騰訊站內有效播放量突破5.56億，集均播放達1390萬，位列2026年騰訊偶像劇首位。迪麗熱巴飾演的鬼王賀思慕角色熱度值突破3.2億，成為騰訊視頻2026年度首個破3億的影視角色，從2億到3億僅用7天刷新平台增速紀錄。演技層面，這一次他拿到了一個真正有挑戰性的設定。迪麗熱巴一人分飾3角，歸墟領主賀思慕淡漠威儀，孤女賀小小柔弱可憐，反派喬燕狡猾陰鸷，靠細節設計無縫切換，被讚是無妝造切換演技。但口碑是兩極分化的，豆瓣開播極限1星差評，佔比超 30%， 集中於演技浮誇、劇情邏輯混亂。一邊是數據核爆，一邊是口碑雪崩，成了2026年國偶劇開年的魔幻注腳。怎麼理解這種兩極分化？喜歡他的人說，白日提燈是他從影以來演技最好的一部。不喜歡他的人說，數據是粉絲堆出來的，劇本和劇情根本撐不住。但有一件事是客觀的，這部劇的海外成績是他所有作品裡最亮眼的，登頂新加坡、韓國、日本、美國等9大國家及地區的 VTV 熱度榜， Disney 加台灣站拿下收視冠軍。口碑可以爭議，但115個國家的版權覆蓋和海外榜單是真實的市場反應。結合蕭啟清壤和白日提燈2部劇放在一起看，蕭啟清壤年底播出，熱度一般，算是小鋪。白日提燈數據核爆，但口碑兩極，算是熱度頂格，評價分裂。這2部劇加在一起，說明了一個現象，它的號召力是真實的，但作品質量還沒有達到讓所有人閉嘴的水平。這是他現在最大的問題，也是他和真正意義上作為頂流之間最後那一口氣的差距所在。總結一下今天的分析，大眾認知5大女看滿貫，時尚 icon 地位穩固，白日提燈海外版權覆蓋115國，國際曝光度在內娛女藝人裡斷層領先。商業價值20個代言， Dior 全球代言人內娛第1人，合作穩定性強，
商業轉化力頂級，作品實力白日提燈，數據核爆，但口碑兩極。他的號召力是真實的，但一部讓所有人閉嘴的封神之作還沒有出現。他的特殊性，唯一一個已經坐上頂流位置，並在用時尚和商業價值填補作品空窗期的人。迪麗熱巴的故事和這個系列裡所有人都不一樣，他不是在衝頂流，他已經是頂流了。他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能不能坐上那個位置，而是在口碑始終分裂的情況下，頂流的位置能不能靠數據和商業價值一直撐下去？你覺得他還需要一部什麼樣的作品才能讓所有人真正服氣？評論區告訴我，下期見。